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Janet， 欢迎来到我频道。今天是一期开心的 Sephora 购物分享，这些是这次新买的化妆品，然后这边还有一盒是化妆品和一些其他的。那这些产品我都已经试用过了，今天的妆也是用新买的东西化的，所以今天会和大家分享实际的使用感受。然后今天这个机位就是纯自然光，没有任何补光，这样方便试色看得比较清楚。但是光线可能会忽明忽暗，而且这个相机在这个机位它有时候对焦不太好，所以大家也多多包涵。那我们就马上开始吧。先来说一些非彩妆类的，首先是 Josie Maran 的这个身体乳，我在上期 Sephora 爱用品视频里和大家推荐过，我用完了一罐这次买的这种包装的 refill， 我特别喜欢他们家这个身体乳的质地，像奶油一样丝滑，非常好推开，它里边添加了阿甘油，所以很保湿滋润，并且不黏腻，夏天用也完全 OK。然后我这次也换了一个清新的橘子味，就更适合夏天。然后是这个，是一个碎发整理神器。我的头顶总有一些小碎毛，就是新长出来的，在这儿立着，我觉得很不整齐。之前给大家推荐过 Day 的这款，但这款它的效果就不是很持久，风一吹或者一动头发，那个小碎毛又会立起来，所以要时不时的补一下。然后那天去逛街，发现头发又立起来了，当时包里没带这个，我就说拐进 Sephora 用它来搞一下。结果到柜台刚把它打开想涂上，旁边一个黑人小哥，一个 sales 说：“哎，你不要用那个，我给你推荐一个更好用的。”然后他推荐的就是这一款，这个牌子叫 Chris Macmillan， 蛮小众的牌子吧，就是他不推荐我都不会注意到这个品牌。它同样是这种睫毛刷透明的这种膏体，然后把它就是这样涂在你想整理的更干净的地方，它的定型效果更强更持久。涂上之后你会觉得涂的地方是有一点硬硬的，像是喷过发胶一样，所以它的定型效果更好，就不会说一会儿这个头发又立起来。所以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，我会更推荐这一款。然后还买了一瓶护色的洗发水，我最近不是新染了头发吗？我就希望这个颜色能更持久一些，比较适合细软发质。然后微信群里的小伙伴也说这款蛮好用的，我用了2-3次下来感觉还不错。用量很省，起泡很快，然后洗完之后头发也很轻盈。那至于护色效果现在还不清楚，毕竟只用了几次。然后我是把它和我那个控油洗发水交替来用的。然后我这次还尝试了 Sephora 的眼唇卸妆液，非常的惊喜。我看它好评特别多，而且价格很便宜，特别是现在打折 Sephora 的产品可以直接打7折，并且不分会员等级，所以现在入手非常的划算。那这款眼唇卸妆液它也是这种水油分离的，用前呢就是把它摇匀，然后卸妆速度很快，卸睫毛膏，防水的睫毛膏，然后眼线啊什么的卸得很快，不刺激，然后也不糊眼睛，我觉得还挺好用的，性价比很高。终于找到一款新的眼唇卸妆液替代我一直在用的曼丹，因为我试用过一次觉得非常好用，我又马上下单了2瓶囤货。所以如果你也想买这个眼唇卸妆液，我觉得 Sephora 这个非常推荐，性价比很高。然后是底妆的部分，我又发现了一款遮黑眼圈非常好用的产品，就是 Kosas 的这款眼下的遮瑕液，它也是这种粉橘色的，就特别适合黑眼圈的校色。那这款和我之前推荐的凯莉瑞相比，它的质地会更加厚重一些，更油润的感觉，它就没有凯莉瑞那么水润，所以它的遮瑕效果更好，而且这款的颜色会更偏粉一点，所以还有一个提亮的作用。这款它虽然很厚重，但是上眼完全不干，因为它里边有添加玻尿酸、咖啡因还有钛的成分，所以可以保湿、减轻浮肿，然后让眼周更紧致。我觉得它的遮瑕效果也是蛮好的，可以把黑眼圈遮掉一大半。之前有小伙伴很关心我，问我黑眼圈为什么那么重，是不是熬夜太晚了？那其实我的黑眼圈是天生的，就是眼下的这个结构它有一个凹陷，所以它会有一个阴影，再加上有色素沉积，可能皮肤比较薄，透出血管，所以这些综合原因导致我的黑眼圈非
非常重，所以黑眼圈也是我一直要攻克的一个课题。那 Kosas 这款我觉得遮黑眼圈非常好用，如果你也有黑眼圈的困扰的话，非常推荐尝试这一款。然后 Sephora 这支71号遮瑕刷也非常的惊艳，它是模仿手指的形状，这种坡面的。然后这个大小也很刚好，刷毛也很柔软，用在眼下完全不扎，就这样随便戳一戳，晕一晕，很快就可以把遮瑕推开、推均匀，效果和手指上妆的效果一样好，一样自然。然后用刷子呢，要比手指更干净，也更快一些，所以这个遮瑕刷非常好用。Sephora 有很多好用的刷子，趁现在7折入手是最划算的。我最近新买了2个粉底液，一个 MPH 的，一个阿玛尼新出的，都是上期视频和大家提到的。2款粉底试用对比下来，我更喜欢 MPH 的，它就是干皮很喜欢的那种精华型粉底液，然后里边这个红色泵头也很好看。那这款粉底液的流动性还是蛮强的，推开是很轻薄，然后很明显是那种油润感的，所以上脸非常的贴肤，完全没有粉感。它的光泽感也特别的漂亮，然后它的遮瑕力会比较弱一点。我看有人说遮瑕力能达到中等，但是我最近刚好额头长了一个小包，我拿它遮是遮不了什么的，它的妆效还是很自然的。然后这款粉底液的色号我选了很久，最后我选的是20C， 它虽然是 Cool Tone 有一点粉色调，因为非常的轻薄很融肤，所以实际推开之后看不出明显的特别白或者特别粉，上脸还是很自然的。我今天用的就是这款粉底。那如果你也是干皮，喜欢这种遮瑕力比较低，然后没有粉感、很自然的裸妆 ，MPH 这款你会非常的喜欢。那阿玛尼的这款粉底，我现在只试用过半张脸，第一印象不是特别的喜欢。其实我之前在柜台试的时候，就觉得它的妆感没有 MPH 那么的滋润和有光泽，就有一点不太想买。但是架不住后来看到很多人推荐，而且我之前很喜欢那个旧版，还是决定买回来试试看。没有之前的那种惊艳的感觉，它虽然叫 Luminous Silk， 但是它的光泽感没有 MPH 这款好看。它的流动性也没有那么强，然后推开之后它也是润的，但是明显没有那个油润那种滋润的感觉。但是上妆一段时间，等皮肤出了点油之后，那个妆效会更好看，所以我觉得它可能会更受混油皮甚至油皮的喜欢。听说持妆力也是很不错的，但是我觉得一上脸的妆效还是没有特别的喜欢。然后这款我选的色号是3号，它的色号选择要比 MPH 要更丰富一些。这个3号色在我脸上也是一个自然的提亮效果，你看它就是比这个 MPH 的好像要更厚一点。然后我还买了这块 Huda Beauty 的粉饼，上期视频我刚刚大家推荐他们家的散粉，我很喜欢那个细腻的粉质，那种柔焦感，很干净的妆面。那这个粉饼是今年新出的，我买散粉的时候还没有这个粉饼可以选择，那我会更推荐粉饼，毕竟携带使用都更加的方便。然后这款粉饼他说是不含滑石粉的，不过我也不太清楚之前那个粉饼里边有没有滑石粉。但这个粉饼它的粉质一样是非常的细腻，我选的还是和散粉一样的 Cherry Blossom 色号，它看上去是这种淡粉色，但其实涂上脸是一个很透明的，有一点点提亮的作用，但看不出来有明显的粉色。其实色号我纠结了很久，另外还有 Pound Cake 是比较接近肤色的，然后还有一个透明的叫 Sugar 什么，其实都是蛮自然的一个提亮效果，粉质都是特别的细腻。那我作为干皮很喜欢这款，它也是很多油皮的最爱，因为它有那种磨皮哑光的妆效。所以如果你也感兴趣 Huda 的这个定妆粉，我会更推荐这款粉饼。我这次买了5块腮红，首先是 Patrick Ta 的这一款，他们家腮红那么经典，但我作为一个美妆爱好者，这么多年居然1块都没买过，因为他们家是这种同一个颜色，既有膏状也有粉状，
我就会觉得会不会有一点多余啊，而且那个正装就是巨大的一块儿。那最近他们出这种 mini size 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大小。那我这次买的是前一阵出的一个套装，都是2个很热门的颜色，一个是这个叫 She Seductive， 这也是我今天脸上用的这个颜色，是一个暖色调的裸色，很适合暖黄皮的一个颜色。这个是膏状，这个是粉状。另外这个颜色叫 She Goes to the Gym， 这个我还没有上脸试过，它就是像它的名字一样，去健身房运动完之后脸上自然的那个血色是偏粉的一个颜色，都是很健康感的那种腮红颜色。那他们家的腮红我试用下来觉得还挺显色的，下手一定要轻一点。我会更喜欢膏状的，这2个是膏状的，它这个颜色就会很透，然后还有一个光泽感，很漂亮。如果是粉上面再叠加膏呢，就会更显色，就要特别的注意用量。我觉得这个颜色还是很漂亮的，如果你感兴趣他们家腮红的话，就可以尝试这种 mini size 的，现在也出了蛮多色号的，这个大小还挺实用的。还入了一块 YSL 的腮红，我之前和大家推荐过很多次了，我之前买的是6号，这次又入了一个23号。他们家腮红从包装到粉质我都非常喜欢，这个23号色就是很日常的一个裸粉色，非常安全非常好用的一个颜色哦。这个丝滑的质感比 Patrick Ta 的那个要更加的细腻，我非常喜欢。你看这个上手就是很安全的一个粉色，也是很百搭的一个颜色，这个23号色也蛮好看的。然后还入了2块特别适合夏天的这种很元气的颜色，一个是 Glossier 的这款双转粉的腮红，这我之前和大家推荐过，我之前买的那个色号叫 Gale， 是一个比较深一点的那种收缩色的腮红。然后这次入的是 Beam， 一个偏橘色的，非常适合夏天的颜色，很亮丽的一个颜色，很好看，就很提气色，然后元气满满的一个橘色。然后这个粉质其实摸上去还是比较干的那种粉状，然后这个粉质也是很细腻。然后还有阿玛尼的这款液体腮红，色号是50.5，在瓶身里看是很有荧光感的颜色，但它很轻薄融肤，涂上呢是这种很有元气感的一个蛮亮的一个颜色。然后给它晕开之后，你看这是晕开之后的效果，是不是颜色还挺自然的？然后和刚才那个 Beam 相比，它会多一点粉调，都是特别适合春夏的那种很可爱的颜色。还有 Anastasia 的这款修容棒，我又买了新出的一个颜色叫 Grayscale， 他们家的修容膏质地特别的丝滑，很好推开。这个新出的颜色就是更多的灰调，然后之前和大家分享那个颜色是最浅的，叫 Half Tone， 这个是之前用的更浅的颜色，这个颜色推开更发黄一点，然后这个是新出的更灰的颜色。我觉得黄皮用这个颜色也可以，因为这个灰调它没有说特别的冷。我今天修容还有鼻影用的都是这个新出的颜色，灰一点修容的效果会更好，但是也不会说不自然。我还买了 Givenchy 新出的这块高光，从包装到压纹到粉质都很漂亮，很高级。这个粉质摸上去是蛮干的那种，然后它的粉质特别的轻薄，很细腻，这个光泽感是若有似无的那一种。你看现在我上的不多，就是有光的时候它就是这种有点湿漉漉的，很漂亮，然后没有光的时候呢，它就显得很低调。这个光泽感我很喜欢，就是不愣，但是一有光打过来呢，那个脸上的水光感看着皮肤又特别的好，而且它还有一股香味儿哎，我觉得它和我之前推荐的迪奥相比，那个粉质要更加的细腻，
很丝滑，就完全没有粉感。它上脸其实特别低调的，就是有光打过来才是很明显的。鼻子上再加一点，就是这种。这个高光我还挺喜欢的。看眼影，我终于买到 YSL 的这个9色眼影盘，这盘非常火，网上一直断货，我是跑了好几家店才在店里买到最后一盘。这个包装就很漂亮，他们家经典的这种皮革的质感，然后里边的颜色也是好看又实用。虽然都是很常见的经典的这种大地色，但是这个配色就非常适合暖黄皮，适合秋季型人，就是我应该拥有的一盘眼影啊，就是我画这种颜色就一定好看。手臂试色在这里，可以看到是以暖色调为主，然后也有这种偏中性的灰棕色，还有一颗黑色。YSL 的这个粉质非常的软糯，很细腻，你看这个珠光亮片色多漂亮，包括这种很深的颜色，粉质都非常好。我今天的眼妆是用这盘眼影画的，然后是用那个最深的黑色画的眼线，它也完全不掉粉，粉质非常的好。我觉得这盘配色可能更适合秋冬，因为它都是比较深比较暖的，但也正因为如此，它就特别适合我这个秋季型人。那这盘眼影应该已经提前锁定了我今年的年度爱用眼影盘。然后我还买了一块 Mary 的眼影膏，这我在店里试过几次，都很喜欢。我买的是这种珠光质地的，就是这个包装对于长指甲非常不友好，已经被我抠出好几个坑了。但是这个颜色质地都是很好看的，但这个质地是很轻薄很丝滑，推开之后这个光泽感很好看。我选的这个颜色叫 Surrealism， 是特别适合我这个暖黄皮的一个金色，在眼睛上能有一点深邃感，因为它是有一点颜色的，然后又能提亮，然后这一颗随便涂涂，再加个眼线就可以出门了。其实我还买了另外一个色号叫 Glaze， 是这个系列更受欢迎的一个颜色，它是一个淡粉色。那个颜色涂上确实是很干净很提亮，但是在我脸上它有点太浅了，就是一点深邃感都没有。那我买这种眼影膏就是希望随便画画，然后这一颗眼影就可以成妆快速出门的，所以这个 Surrealism 这个金色就更适合我，那个颜色我就已经退掉了。然后我们来说唇膏，我现在嘴上涂的是 Mary 新出的一个色号叫 Vendome， 它是一个很日常的一个裸色，暖调的裸色。我之前和大家推荐过很多次 Mary 的哑光唇膏了，你看它的颜色就是这种透透的，很轻薄，无论怎么叠加，它的颜色也不重，然后它的颜色比膏体看上去就轻薄很多。我今天嘴上涂的就是这个颜色，很日常的一个裸色。然后还买了另外一个颜色是更加提气色的，这个颜色 September， 这个是 September 这个红色上嘴的效果，就是很透的一个红色，提气色但又不夸张，还蛮日常的一个红色。那我这次买了几支唇膏里，让我最惊艳的其实是兰芝新出的染唇液。讲真，我之前对兰芝是比较无感的，然后那天在店里逛的时候就顺便试了一下，感觉非常好哎。它是叫染唇液，是那种 lip oil， 就是比较油亮的这种润润的质感。我现在嘴上涂这个颜色叫 Jazzy Jam， 是一个很日常的豆沙色，我觉得这个颜色应该不挑皮吧，很好驾驭，很百搭的一个颜色。我非常喜欢这款染唇液在嘴上的效果，它非常的滋润，它是那种 lip oil 的感觉，感觉是把嘴唇整个浸润在那个 lip oil 里边，形成了一个保护膜，但是一点负担都没有，还是很轻薄的。然后它显得嘴唇嘟嘟的亮亮的，但是一点都不显得油腻，我非常喜欢这个质感。
因为它是染唇液，所以它不会掉色，就是表面的这层油会被粘下来，然后嘴上的颜色还是在的。然后另外还买了一个颜色，是更适合春夏那种很明媚的颜色，叫做 Disco Coral。我刚刚用眼唇卸妆液把它卸掉了，手上还是会有一些残留。我想给大家涂一下另外这个 Coral 的颜色，我觉得很好看，特别显嫩。你看这个颜色就是特别显嫩显年轻，然后也是夏天那种很明媚很亮丽的颜色。来是今天最后一支唇膏，是 West Maltese 新出的有色润唇膏。话说这个真的很贵哎，要50美金，都赶上 Chanel 了。但是他们家的这个质感真的是没话说，很漂亮的一个淡蓝色的包装，然后沉甸甸的，这个磁吸力也是特别的高级。那这个颜色呢，看着还挺可怕的，完全就是一支口棕。但它其实上嘴的颜色不会这么深，它是有色润唇膏，所以它的颜色还是很透的，很清透的一个颜色。你看上在嘴上其实还挺好看的，没有那么棕，对不对？还是很有气质、很日常的一个颜色。其实这种棕色调会非常适合我这个秋季型人，也很适合暖黄皮，其实是很好看、很日常的一个颜色。我也特别喜欢这款唇膏的质感，它是有色润唇膏，所以非常的滋润，也很轻薄，没有什么负担感，不会拔干，而且这个滋润力是很持久的，就涂上蛮长一段时间，这个嘴唇都是一个滋润的状态，然后这个颜色也很好看，所以我又入了另外一个颜色，我又下单了一个 Pop。是一个看上去很红，但也是很透的一个红，会非常适合夏天的一个颜色。那这个唇膏虽然挺贵的，但是趁着打折入手还不错。以上就是这次 Sephora 打折我已经收到的东西，其实我还有2单在路上，顺便再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还买了什么。首先是2个睫毛膏，一个 Merit， 一个 Glossier 的，都是主打纤长的那种 tubing mascara。那我最近觉得我手上很多睫毛膏都太浓密了，想用一些比较偏纤长款的、比较清爽的睫毛膏。这2个虽然都是美国品牌，但是好评还挺多的，就买回来试试看。然后还买了迪奥新出的定妆喷雾，虽然看到很多人在吐槽这次的定妆喷雾，尤其把盖子拿下来之后就很塑料感，很像花露水，而且那个喷头喷出来的水也很冲。但是那天我在店里逛的时候，就顺手拿起来喷了几下，出了店之后发现底妆非常好看。底妆和高光的质感都更上一层楼，增加了一个水光感，我非常喜欢那个妆效，然后就很长草，还是买回来用一下。然后我最近看很多 Sephora 的推荐，种草了一款头皮的预洗油，这个我很感兴趣。我看很多油性发质都推荐它，说它很好用，然后细软发说它很好用，然后我看那个产品介绍。应该是让头皮更健康，然后头发更强韧，似乎还有一些生发的作用，所以就特别的长草。但我一方面是担心我本来已经是油性发质了，会不会更油？但另一方面呢，又很想尝试一下。然后头发产品还买了一个 Crown Affair 的干洗发粉，这个 dry shampoo， 其实它挺贵的，30克要48美金，而且我家里其实有很多干洗发喷雾还没有用完呢，但这款也是很多人说特别好用。首先它长得像一个散粉盒子，还配了一个小刷子，我觉得使用上会非常的方便。然后很多油性发质的人推荐说很好用，用完了这个头发看着很轻盈，然后粉质非常的细，头发会很蓬松，所以作为油性发质还是很想买回来试试看。最后就是身体护理的部分，我之前不是说我的沐浴露用完了吗？最后我选来选去，选中的是这个 Cycler 的这一款，我去店里闻过，味道挺不错的。我买的是这款绿色的，它是有点那种果香的清新，然后又加了一点木质调进去，那个味道还是很好闻，很高级的。我买了沐浴露和同款的身体乳，因为我想让那个味道留香更持久一些。那个身体乳我在店里试也是蛮好用的，是很滋润，也是很好推开的，所以非常期待使用效果。
以上就是我这次的 Sephora 购物分享了，我会尽快把这期视频剪出来，这样大家有什么长草的，还可以在折扣结束前入手。那希望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，喜欢的话请给我点个赞，然后也别忘了关注我的频道。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